蜀汉灭亡之后，刘禅被举家迁往洛阳，那么他为何会说出乐不思蜀这样的话呢？司马昭病逝后，司马炎是如何篡位称帝、建立晋朝的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禅乐不思蜀及司马炎建立晋朝。264年3月，刘禅带着家人踏上了前往洛阳的漫漫长路。他被曹魏的皇帝封为安乐县公，10亿1万户。他的亲属被任命为3都尉，仅被封侯的就有50多人。蜀汉的尚书令樊建、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谯周、秘书令系正、殿中都张通也都被封为了列侯。他的这趟迁徙标志着蜀汉从此彻底终结。到达洛阳后，司马昭精心地为他安排了一场宴席，名为接风洗尘，实际上则是为了试探刘禅。司马昭嘱咐乐工们演奏蜀地的音乐，并以歌舞助兴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时，蜀地的旧臣们想起亡国之痛，纷纷掩面低头流泪，唯独刘禅怡然自若，不为悲伤。司马昭便问刘禅说：“安乐公是否思念蜀地？”刘禅回答道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”当时蜀汉大臣只有系正和张通跟在刘禅的身边。系正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对刘禅说：“如果司马昭下次还问这样的问题，你就注视宫殿的上方，接着闭上眼睛停顿，最后张开双眼认真地说道：先人的坟墓远在蜀地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念。”只有这样说，司马昭才有可能让陛下回到蜀地。酒至半酣之时，司马昭果然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刘禅便按照系正的叮嘱说了一遍。司马昭大笑着说道：“这是系正教你说的吧？”说完，司马昭和左右大臣哈哈大笑。从此之后，司马昭再也没有怀疑过刘禅，直到7年之后，刘禅病死于洛阳，享年65岁。这场酒宴成为了后世争议不断的焦点，有人认为他玩物丧志，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也有人称赞他大智若愚，以一句戏言保全了自身。你是如何看待此事的呢？请在评论区留言。同年，司马昭被尊为相国，并封为晋王，加赐九锡。既然成为了晋王，就需要确立世子，可世子的人选却让司马昭左右为难。长子司马炎天生异象，站立之时头发能拖到地上，手臂垂下时超过膝盖，威严不凡。次子司马攸性情温和，爱读经籍，名声远超于司马炎，因此司马昭便想立司马攸为世子。可裴秀和杨秀等人极力反对，并且帮助司马炎出谋划策，最终司马炎胜出，被立为了世子。265年8月，司马昭中风猝死，享年55岁，葬于重阳陵。长子司马炎继承了相国的职位和晋王的爵位。12月，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，即位为帝，定国号为晋，史称西晋。随后，杨艳被立为皇后，9岁的司马衷被立为皇太子，曹魏自此灭亡。至于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奂，则被封为陈留王，10亿1万户，宫室被安排在邺城。他依然可以使用天子的旌旗，骄祀天地和礼乐制度，则仿效魏国初期。同时，他享有上书不称臣、受诏不拜的待遇。302年，曹奂在邺城去世，享年58岁。至此，三国彻底结束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要开启一个新的合集——两晋南北朝。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却又文化璀璨的时代，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的历史探索之旅，揭开那段尘封的记忆。279年，司马炎采用杨户生前的战术，兵分6路攻伐东吴。那么，东吴的丞相张替以及副军师诸葛亮是如何阻击的？东吴的皇帝孙皓是如何应对此战的？他最后的结局如何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炎灭吴之战及晋朝统一天下。265年12月，司马炎逼迫曹奂禅位，建立晋朝。接着，他便开始着手灭吴大计。他让杨户都督荆州军事，镇守襄阳；魏冠都督青州军事，镇守临淄；司马昭都督徐州军事，镇守下邳。另外，王浑都督扬州军事，王戎都督豫州军事，胡奋都督江北军事。同时任命王逊为益州刺史，都督益州和凉州军事，并且让他在巴蜀之地大量的建造战船以及训练水军。他所建造的战船长度可达120步，全船可载2000兵马，
并且可以在战船上骑马驰骋。276年10月，经过2年时间的准备，杨护认为伐吴的时机已然成熟，于是立即上奏司马炎，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战术，请求向东吴开战。然而，由于太尉贾充等人极力反对，伐吴之战只能暂时搁浅，直到2年之后的278年11月，杨护去世之前，司马炎还是没有下定伐吴的决心。杨护去世前，推荐杜预为征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军事。再来看东吴方面，此时东吴的皇帝是孙皓，他是孙权的孙子，故太子孙和的儿子。刚继位的时候，他下令开仓赈贫，减少宫女，以及放生宫内多余的珍禽异兽，一时被誉为明主。然而不久之后，他就本性暴露，开始沉溺酒色，专于杀戮，而且听信谗言，滥用民力，导致东吴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。同时，他还排斥异己，对忠诚的大臣和将领进行打压和迫害，使东吴内部人心涣散，士气低落。陆抗给他建议说，为了防止晋军从上游攻来，应该加强建平郡和西陵郡的防务，并且请求率领3万精兵前往西陵郡防守晋军，但孙皓没有采纳。建平郡的治所在秭归，西陵郡的治所在宜昌东南的西陵峡口。274年，陆抗再次请求加强上游的防务，但孙皓依然不肯采纳。原因是，他认为东吴有长江天险，水军更是天下无敌，晋军没有能力攻打东吴。279年11月，也就是杨护去世的第2年，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，准备攻伐东吴。他采用杨护生前拟定的作战计划，兵分6路伐吴，总兵力达20万众。第一路由琅琊王司马昭率领，他从徐州的治所下邳发兵，目标是途中，即今天的安徽楚河流域。第二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，他从扬州的治所寿春出发，目标是横江渡口，即今天的安徽和县附近。第三路由建威将军王荣率领，他从豫州的治所安城，即今天河南正阳县东北出发，目标是武昌，即今天湖北省鄂州市。第四路由平南将军胡奋率领，他从江夏郡的治所上场出发，目标是夏口，即今天武汉汉阳区的长江入口处。第五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，他从襄阳出发，目标是南郡的治所江陵。第六路由龙骧将军王逊率领，他从巴蜀顺江而下，目标便是建业城。之后，司马炎命令太尉贾充为大都督，率领中军屯驻于襄阳，节度诸军。贾充担心会失败，依然反对出兵。司马炎便对他说：“如果你不肯去，那我就御驾亲征，亲自去前线督军。”贾充无奈，只能被迫接受任命。六路大军总体的作战意图是，司马昭和王浑的大军直逼建业，目的是牵制住东吴的主力，使其不能增援上游。王荣以及胡奋和杜预的目标是夺取夏口以西的所有战略要地，使王逊率领的大型战船以及8万水军可以顺降而下。因此，真正负责攻打建业的主力是王逊以及司马昭和王浑。此时，东吴的总兵力约为20万，兵力上双方旗鼓相当，但作为进攻方，兵力并不占优势，因此只有将东吴水军分割包围，各个击破，才有机会取胜。再来看东吴的应对策略。280年2月，孙皓命令丞相张替率领着丹阳太守沈莹、护军孙振、副军师诸葛亮，统兵3万前去迎战王浑。不久，张替率军到达采石矶，即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的翠罗山路，这里是长江重要的渡口。丹阳太守沈莹对他说：“晋朝的水军在蜀地训练了很久，他们必然顺江而下，前来攻打建业。东吴上游的将领毫无戒备，而且名将都已不在，领军的都是年轻将领，恐怕难以抵抗，他们必定会到达这里。因此，他建议集中兵力防守采石矶，等晋军到达后与其展开决战。”可张替却认为东吴即将灭亡，这是人人都能看清的局势。一旦晋军的主力到达，东吴的将士们必然恐惧，到时候恐怕都无法整军出战。因此，趁现在晋军还未到达，渡江或许还有希望。如果战败，就当为国捐躯，死而无憾了。如果取胜，我军必然声威大振，趁胜南下追击敌军，敌军必败。随后，
张悌率领大军渡过长江，向北挺进。3月初，大军到达洋河，即今天安徽省和县以北20里。在这里，他们迎面遇上了亡魂的部将张乔，张悌立即率军将其包围。由于张乔只有7000兵马，兵力悬殊太大，只能派人向张悌请降。此时，诸葛诞的儿子诸葛亮投奔东吴之后，被任命为大司马，担任此战的副军师。他给张悌建议说，张乔肯定是诈降，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，等待后援，因此应该立即发兵将其击败。但张悌没有听从，他认为强敌在前，不可因为小股敌人出战而打乱整体战局，因此他接受了张乔的投降。之后，张悌率领大军继续前进，与亡魂的前锋相遇，领兵的将领是孙仇和周俊。张悌命令沈莹率领5000精锐率先发起攻击，结果3次冲锋均未奏效，还被晋军斩杀了2员大将，只能连忙撤军。晋军趁胜追击，吴军再次大败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已经投降了东吴的张乔也从背后杀来，吴军四散奔逃，溃不成军。诸葛亮见大势已去，收集了数百名败兵，逃回了江南，而张悌不肯逃走，与沈莹和孙震等人力战而死。此一战，吴军被斩杀了近8000人，其余人马则溃败而逃，亡魂的大军便兵临长江。此时，亡魂军中的扬州别驾何运给扬州刺史周俊建议说，张悌率领东吴的3万精兵惨败，东吴必定上下震惊。现在王逊已经攻下了武昌，正在向建业使来，我们应该迅速挥师渡江，直捣建业城，便可立下不朽的功勋。周俊觉得有理，就向主将亡魂献计。可亡魂却说，司马炎给他的命令是出兵江北，并没有让他渡江。如果他现在渡江作战，即便取胜了，也很难获得封赏，而一旦战败，则必定会受到重罪。所以他严格遵守司马炎的诏命，让大军原地扎营，等待着王逊的水军。何运不肯罢休，再次给亡魂建议说，将军你身为主将，应该见机行事，岂有事事都等待诏命之理？可亡魂仍不肯听从。此时司马昭的大军已经到达途中，然后他让刘宏率兵进抵长江，与建业城隔江相峙，接着命令王衡率军渡江。王衡击败了东吴的守将蔡基，斩杀吴军5-6万人，主将蔡基被俘。3月14日，王逊终于率领蜀地的8万水军到达采石矶，然后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建业城进发。孙皓得知后，立即派遣张相率领1万人前去迎击。在距离建业城西南50里处，两军相遇。张相见晋军的大型战船布满江面，旌旗映亮天空，声势十分盛大，顿时就被吓破了胆，不战而降，投降了晋军。孙皓只能让陶训率领2万人再次出城迎战，结果2万人还未等到开战，就连夜逃跑得一干二净。东吴的将领们见王逊以及亡魂和司马昭的3路大军逼近建业城，知道大势已去，纷纷前来投降。至此，东吴已经再无还手之力了。可孙皓还不死心，他决定派遣使者，分别向3路大军的主将投降，目的是让他们相互争功，从而引发晋军的内乱。然而，亡魂由于没有接到司马炎的命令，依然按兵不动。王逊则果断向建业城进兵，接受孙皓的投降。孙皓无计可施，只能绑缚双手，乘坐素车白马出城投降。大夫们身穿丧服，士人们则抬着棺材跟在后面。王逊亲自为孙皓松绑，并烧掉了棺材，将孙皓送往洛阳。至此，东吴政权彻底灭亡，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。284年，孙皓在洛阳去世，时年42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